跨国公司开始与立陶宛企业断绝关系。立陶宛政府叫苦连天，这次恐怕要被打残了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就是这么一个场景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在美国的支持下，立陶宛政府一直自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并不紧密，认为中国没什么反击手段，因此他们才敢于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。立陶宛甚至允许台湾当局成立以台湾命名的办事处，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。自此呢，又出现了波罗的海三国的一些议员也秘密访问台湾，荷兰政府甚至支持台湾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等新情况。可以说，美国在自己出场打台湾牌风险太高的情况下，正在利用一些小兄弟来恶心中国，而立陶宛因此而成为了比澳大利亚还嚣张的反华急先锋。中国政府在劝告无果的情况下，对立陶宛政府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，其后果都由立陶宛方面自负。之后呢，又把中国和立陶宛的关系降低为了代办级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立陶宛政府依然不反省，反而跑到美国去领赏。美国人给了他6亿美元的贷款，这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了美国外交手段的拙劣。那么，中国真的拿立陶宛的一些政客和反华人士没办法了吗？恐怕不是这样。就在前几天，立陶宛政府发现不太对劲了，该国的某些企业出口给中国的商品在中国海关无法通关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海关的系统出了 bug， 立陶宛这个国家不存在了。虽然这一系列的故障经过1周多的时间解决了，算是给立陶宛政府打了一个预防针。立陶宛还把此事告到了欧盟，要欧盟利用原来针对特朗普政府的反胁迫法来对付中国。然而，让立陶宛政府意想不到的是，还没等到欧盟的反应和支持，却等来了又一个噩耗。据路透社报道，立陶宛的副外长阿多梅纳斯向记者叫苦，说中国向跨国公司发送信息，说如果使用立陶宛的零部件和用品，将不再获准在中国市场销售产品或从那里获得用品。已经有一些跨国公司取消了与立陶宛供应商之间的合同。阿多梅纳斯宣称，受到影响的范围包括食品、激光器、原材料、药品、家具、服装等等。代表数千家立陶宛公司的立陶宛实业家联合会主席贾努维丘斯则称，一些从立陶宛供应商购买商品的跨国公司正成为中国的目标。立陶宛之前只收到可能会施压的威胁，现在这些威胁已经变成了现实。当然，也没有文件证明中国已经向跨国公司施压了。立陶宛接下来恐怕不得不面对一个可怕的现实，跨国公司将停止从立陶宛供应商那里采购，因为他们必须考虑与中国这个未来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打交道。中国真这么做了吗？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不要忘了，美国多年来一直进行的长臂管辖，中国学习一下这种办法也未尝不可。中国就算这么针对立陶宛了，也只能证明我们在反击，而不是主动挑衅。但是只要中国这么做了，就会给全球的跨国企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，必须在中国市场与反华国家市场之间2选1，怎么选你们自己看着办。立陶宛原本以为中国对付不了自己，因而有恃无恐，没想到中国直接亮出了王炸。中国对反华国家的反击策略就是杀鸡儆猴，立陶宛就是现在比澳大利亚还要该死的那只鸡。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，美国利用台湾问题针对中国出招没有什么大用，反而有可能坑惨了他那些小弟。中美之争的根本还是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的较量。只要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看好，那么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就会更大，
中国就有足够的手段来惩罚那些反华急先锋。话又说回来，中国要想摆脱立陶宛这样的疯狗国家，还真必须下点本钱了。老虎不发威，就会被当成病猫。中国也应该露露牙齿了。这次立陶宛会不会被打残？那我们可以接着看好戏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